掌声有请。男嘉宾王先生，40岁，来自黑龙江工人；女嘉宾郑女士，35岁，来自贵州无业。来，有请两位，有请。欢迎两位哈，你们都是再婚的，是吧？对，你们俩共同的儿子多大呀？还不到2岁，23个月。23个月，那你咋就要离婚呢？他脾气特别大，然后有时候都不知道哪句话说错了，他就摔东西，然后就发大火，把孩子一吓得不行了，在一起真的就是互相折磨。您咋那么大的脾气啊？他太自私了，对老人也不孝，而且话对我也不关心，也不够理解。咱们一点一点的说吧，怎么自私啊？怎么对老人不孝啊？我们俩是自2011年在网上相识，大概在网上相识有半年左右吧。我去主动去和他见的面，双方感觉都可以，后期我就走到一起了。每年的话，在他过生日的时候，我都会有生日礼物送给他。就是无论他在不在我身边，或者是在外省，我都会以这个邮寄的方式寄给他。可是话，我们相处5年当中呢，他从来没有送给我。反正就是第一个层面就是。男生心里不痛快，是自己给女方了一些爱的表示，大概女方回应的不够。这个是吧，倒不是说主要的，主要是什么？就是说刚结完婚，这不是到深圳去打工嘛？大概在1个月左右吧，怀孕了嘛。怀孕说是打工气味，她有点这个接受不了，辞职了。我说我承担不起，就是这么大的开销，根本就养活不了，所以我也辞职了，一起回到他们贵州老家。那边找工作也不好找，非要说在这边租个店面，要开一间餐馆。我们商量之下呢，就说也同意了。但是在想开餐馆的前提下呢，没有钱，所有的钱都是从亲戚朋友那里借来的。所有的这个装修，为了省这笔费用，我都是自己在做。用那个梯子爬得比较高，2米多高吧，把腰摔伤了。回去之后呢，我就是买了一点药喷上了。他说你喷完药之后，这个气味我受不了，太难闻了。我现在哎呀怀孕了，对胎儿吧他也闻不了，我就这么地吧。然后我一直就那么挺着，这明显就是对我一点不关心不够理解。我都摔成那样了。结果药还不让我用，我就这么一直挺了1周多的时间，然后稍微好一点了，我还要继续工作，还要去干活。难道话这样的话还不算自私吗？先生在这段婚姻当中觉得很委屈，最主要的是女生不懂得怎么关怀自己，互动比较少，对吧？你觉得他对你怎么样？他对我一开始都挺好的啊，然后这店就开起来了，开起来我就怀孕就有7个多月了吧。婆婆说就过去照顾我嘛，我来了，然后一天也没得休息。之前的话多睡会儿，然后才去店里。我婆婆来了，我也不能多睡了，然后我婆婆就数落我说天天睡懒觉怎么的，天天都是小米粥煮鸡蛋嘛。反正吃了有段时间，我就想吃牛肉，然后他就给我买去了，40块钱1斤牛肉，然后就买了1斤回来。他们俩在刘一半的店里面吃，然后就给我拿2包回去。然后第2天我还想吃嘛，他就说那个太贵了，怎么吃得起啊？在我心里面我挺受伤的那个。我有话要说啊，在她怀孕期间，饭店的活我每天早上话，因为护士房就我一个人在忙，洗菜、切菜、炒菜都是我一个人的事。她每天睡懒觉，早晨上货还是我的事。我一天都在这个店里头。不，等一下，我先打断一下。您今天为什么来呀？他来是要跟您离婚，我说的对吧？对。您为什么来啊？今天来的目的就是不想离婚，毕竟孩子还小嘛。不想离婚，你在那数落什么呀？你先静静心听他说。然后又到后来就是生孩子了嘛，就照顾孩子这方面啊。我婆婆她说那个要捏鼻子啊，那个揪耳朵啊，我说这个没有科学依据，我不想弄嘛。我婆婆一说啥，她就特别妈宝男，就特别向着我婆婆。这听起来反正就婆媳关系不好嘛。我婆婆就是那个有些方面就跟我不一样嘛，观念不一样，你要按照她的做，我就不愿意嘛。她就大声的吼，反正就是向着我婆婆嘛。然后我们俩就吵起来，我也来气，我说你拿回那个东北去，这样她又更生气了，反正就。你等于你跟婆婆在育儿方面发生了冲突，所以你跟先生说不让婆婆再跟你们一起生活了嘛？是不是？不是，那是一句气话，不是那个意思。当时有谁啊？有婆婆和先生，还只有先生啊？都在。后来婆婆走没走啊？她当时说你得你妈滚回东北去，因为我母亲就在隔壁，就像一个屋里，听得一清二楚。过后啊，我母亲到饭店里跟我说了，说是我好几千里地到这边来要伺候她月子，伺候半天还没伺候出来好的，还伺候一身不是出来。当时后来你老母亲回去没有？是我把她留下来了，我没让她走。等于老母亲没走，对吧？是我把她留下来，我没让她走。你母亲留下来之后，跟你妻子之间的关系改善了吗？还是越来越僵？没有改善。现在还生活在一起吗？没有。为什么不在一起生活了？因为我母亲在老家，家里还有一大家子人，我们在她贵州这边。所以等于妈妈伺候完月子之后就回了东北了，是这意思吧？是。
等婆婆走了之后，你们夫妻2个人，我相信经济压力也很大，生活的压力也很大，对不对？对。还要经营一家店。对。你这个先生有没有帮你带孩子？没有，那个有没有帮你做家务？就是看店嘛，他家务就是基本上他做，但是孩子就全部是我看，就这样。等于说你们自然的一个分工就是您看孩子，哎对，丈夫看店和做家务，哎对，对吗？对。双方的孩子之间有来往吗？就是你们跟没有，都各自在各自的老家。那彼此像你们挣了钱之后，这份钱到底怎么用呢？除了你们小家庭，还需要给各自的孩子钱吗？就是说，她那个丈夫是意外车祸去世死亡的。因为有一部分死亡赔偿金和抚养费，因为我这边是离异的，因为我有一个子女，就是说我家孩子的话，就是说要是说交学费了，他就是相当不高兴，相当不乐意，说我家孩子花多少钱，说我给我家孩子交学费了，因为我作为一个父亲，这是我应该承担的责任和义务。就是说因为这个我们也吵架，他今天给孩子说要200块零花钱，我照常给，明天孩子要钱买手机，要1000块买手机，我也给了。转过来呢，我母亲给我打电话的说，你看冬天来了，孩子裤子短了，你给孩子给我点钱，我给孩子买2条裤子。我说，先别买了，赶到下个月吧。没过了2天，他家来电话说孩子要买衣服，然后他跟我说了，我说先别买了，下个月买吧，我生活费本来就不足。第2天回来跟我说我给孩子买2条裤子花多少钱？当时我也没跟他吵，但是没过了2天呢，他就说我给我妈买这个棉裤，当时我就跟他吵起来了。我说自己是连生活费都没有，你还给你妈买棉裤？我说咱自己日子不过了吗？就因为这个是吧？你管想着你家孩子，想着你家老人了，那我家老人也同样是老人，我家孩子同样是孩子啊。行，你们俩收入谁管？之前开店的时候就是我婆婆没来的时候就是我管。现在谁管？现在是就从那之后就是全部是他管。那您管就不存在说公平不公平了？听您那口气，您一碗水都能端平的人，这还有啥矛盾呢？生活费放在他那里，现在生活费一切或生活费由他来支配。没有，又放了1个月，放1个月就放个空卡，100块钱就放到我这儿，就是给了那一次，然后呢是全部收走了，反正我身上不能有钱。谁说的是事实？我每个月的话就是说留够生活费给他，就是说留多少钱？1500块，够用吗？他根本没给我那个，他就是给了我，他买没买这个拿回去了。所以你们夫妻连基本的这个共识都达不成，你们过啥日子啊？给没给啊？如果我不给他钱的话，他拿钱什么给孩子买手机，拿什么钱给孩子零花钱？就给了那一次，就给拿什么钱给老人买裤子，拿什么钱给孩子买裤子？不是这样的。没有钱的话，你告诉我怎么解释？也就是说，1500块钱干了这么多的事儿哈。我家孩子老人一件没买，他家孩子该买的该用的全都买了。没有钱你搁什么买的？你告诉我。行，那我就问先生了。你看大家都在议论了啊，大家都在议论了。那为什么还要跟他过呢？因为孩子还小嘛，主要是孩子新的孩子，因为我俩本身还有感情嘛。跟谁有感情？跟我老婆。不是你跟他有什么感情啊？我听着你每一分钱都跟他斤斤计较的算啊。你们有快乐时光和好事吗？你给我讲2件。就是看到我儿子高兴的时候我就高兴，就这样。我接着问，离开他您怎么生活呀？就是没跟他之前我自己也是打工，进工厂1个月也挣个3、4千、4、5千了也。等于你嫁给他了1个月是1500的收入，对吧？不是，根本他没给我，他都我身上都根本不会有钱了。这个，那您现在想离婚，这儿子谁带啊？我要不就归我，要不就归他，我是这么跟他说的。哦，那我们假设说离婚的话，儿子您要吗？肯定要。那您愿意给是吧？给他我也同意，给我更好，反正怎么我都愿意。哎，你们当时要这孩子的时候是怎么商量的呀？当时我说不要嘛，他说那样我们那婚姻不稳定，然后他说就决定要，但是我嫁给他是实心实意跟他过日子，然后说那就要吧，就这么想的。他对你好吗？现在不好，摔东西啥都砸孩子吓得嗷嗷大哭啊！摔东西啊，发脾气啊，那些东西砸坏好多东西。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问题？6月25号他父亲去世了，他们那边老人去世的话，在家的话最少要半个月以上。他父亲去世，我不就去他们家了吗？办这个丧事的途中呢，我父亲的脑梗心脏病住院了，当时也是没钱，实在是想不办法，我就找他商量。他来了一句啥？那咋办呀？一句那咋办？就完事了，不管不问。完我就说了一句：人你这边你雇了，活人你就不管了吗？那你说作为儿女的话，换成谁也不能看。我确实不知道怎么办，因为那个我能借的我都借过了。当时我说这句话，没想到他这么在意，没有什么恶意，也没有别的意思。借不着怎么办呀？根本他就没有去借。作为一个儿女，尽不到孝道，良心你能过得去吗？你过得去吗？我对亏欠老人，我感觉过不去。你过不去，事儿也出了，你不能拿他当撒气筒啊！你干嘛还要跟他在一起呢？都无法忍受了。
还是为了孩子嘛。跟我说说他有什么好，行吗？对孩子照顾的比较细心嘛，家务做的还是比较好的。还有呢？别的方面的话想不到还有什么好。唉，行吧。基于这样的事实和老师们所观察到的和看到的，我想听听老师们对这对夫妻有怎样的意见。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我在听完你们的故事以后，在我的本子上写下了4个字，叫做没有感情。你们之间毫无感情可言，站在这儿，没有爱，甚至我看不到过去你们在一起过日子的点点滴滴。我们都知道半路夫妻很难，有的时候在外人眼中，半路夫妻是夫妻，但是可能关起门来，自己感觉更像是邻居，而你们2个再过下去，我觉得就是仇人了。你的是你的，我的是我的。我们现在唯一的联系就是有一个刚刚出生23个月的孩子而已。王先生，你没有任何一点想要过下去的意思，你站在那儿咄咄逼人，跟我们讲述的那些故事那样的一种状态，就是他做的所有的事情都是错的，我看不到任何一点点的情感。郑女士，你也有你的问题，你真的爱他吗？如果你爱一个男人，他今天从那个上面摔下来，你会不让他去涂药吗？这是对于你的男人。对于父母，你爱他，你会让他的母亲滚吗？你爱他，你会让他的父亲，你说我也不知道怎么办，然后就毫不关心吗？你们2个人啊，都非常厉害，站在这个舞台上都是咄咄逼人的。你并不像你自己想象的那样温柔可人，没有，也不委屈，因为你做的整个的这些事情，刚刚讲到的都挺厉害的，2个人没有谁比谁更逊色一些。所以我想告诉你们的是，你们这段感情如果基于你们之前的陈述已经结束了，如果想要重新开始，如果还想继续维系，为了那个孩子就得改变，重新开始，重新爱，就假装对面那个人你不认识，把过去他做的事情都忘掉。男士，改掉你所有的脾气，再也不要摔东西了。摔疼的不是那个东西，疼的是你们自己的人生。女士，如果想要改变现状，出去工作，缓解你们整个家庭的经济窘境。你们2个讲述的很多故事都是因为贫贱夫妻百事哀造成的。说的直白一点，如果有一定的钱，可能这些事情都会变得更简单。这就是我给到你们的建议。好，谢谢孙岩老师。来，陆琪老师。家庭重组了，你们的情感没有重组；婚姻重组了，你们的心态没有重组。在你们的心里面是有一个情感的排行榜的，排第1位的我爹妈，排第2位的我孩子，第3位的是我老婆或者我老公，第4位的是我老婆的孩子或者我老公的孩子，第5位的是对方的父母，各自把对方最看重的那一个人放到了最后。这就是我说的，你们婚姻重组了，家庭重组了，你们的情感没有重组。还有什么可说的呢？就2条路。第一个，你能不能把对方的小孩当自己小孩一样疼爱，把自己爹妈当自己爹妈一样，一模一样。做不到别过了，就这样。好，谢谢陆琪老师。我整段听下来，你们2个人就是因为钱闹出了这么大的矛盾，然后你们2个人的结合似乎也是因为凑合在一起就搭个伴儿就完了。可能要了这个孩子，因为你们觉得半路夫妻走下去的可能性不太大，那我们来一个孩子就能让我们的婚姻更长久一点。但是你们2个人都在各自心里打着算盘，各不相让，就是让我们看不到一丁点生活的美好，也不知道你们为什么
要再一次选择走进婚姻。如果说现在你们继续还在一起，说打着以孩子儿子小的旗号还继续在一起的话，那我求求你们，你们还是赶快分开吧，可千万别害了孩子。否则这2岁的孩子从他开始懂事起，每天看到的就是爸爸如何对妈妈凶，妈妈和爸爸如何算计怎么把钱给到姐姐，然后爸爸又如何埋怨妈妈没把钱给到我另外一个姐姐。他每天都充斥在这样的环境之下，我觉得还不如让他成为单亲家庭的孩子呢。因为你们2个人虽然是在一起生活，可是心却在各自别的地方。别再喋喋不休，男人该有一点大度和气度。如果你们2个人真的就一直这样揪着这一点各自的利益不放的话，那今天这个舞台正好给你们一个机会，彼此安静地说再见，好不好？不要把恨带到生活当中。好，谢谢。谢谢张大老师。来，蒲老师。婚姻有3种形式：新婚、再婚和复婚。如果是半路夫妻，生活更多的是志同道合。志同道合里面就包含了，我不光要爱他，我还要爱他的过去。虽然他的孩子与我没有血缘关系，但是既然我找了他，那他的孩子我也有部分的责任。但我没有看到你们为对方的过去而付出什么，都在算计自己。你们唯一拥有的共同财产就是现在这个儿子。你们俩在结婚之前有些事情想清楚了没？你有没有想清楚，我要是跟这个男人结了婚，那他的女儿我也是他继母，他娶了你，说明那3个女儿我也是他继父。没有。除此之外，你们也没有能力再生一个孩子，也没有能力去包容对方的过去。你说你们结婚干什么？那现在最痛苦的就是这个孩子了吗？你们俩是随时都可以分开的，但那个孩子不能一扯2半吧？所以我认为你们现在最需要商量的是孩子跟谁，你们各自过各自的，因为你们根本不具备再婚的基础，你们没有这样的度量，更没有为人继父和继母的包容。就这样吧。好，谢谢蒲老师。你是什么时候想离婚的呢？你离婚坚定吗？坚定啊。今天听完我们说的这些之后，你还那么坚定的说不想离吗？你自己考虑一下，这事儿不用置气，生活不能算计，老王，就努力活着吧。为了孩子，希望你们能够做出一个对孩子有利的正确的决定，是合在一起还是分开。一起进入那几天喝古方红糖真情60秒。我想说的是，毕竟孩子现在还小，虽然是因为咱们2个以前就是说都太自私了吧，各自的话有自己的心理想法，但是没有顾及到孩子。我希望咱俩能就是说为了孩子互相的都改一改，毕竟孩子现在还小，是不是？不为别的考虑，也得为咱们的儿子考虑考虑。我就是为孩子考虑，我才决定离婚的。如果你要是这么想的话，就是说我也尊重你的选择，是不是？说。女嘉宾给男嘉宾放的是什么呀？放的就是那些首饰，然后都生活当中给全部摔碎了，然后我的心一跟着碎了。啊，所以就还给他了是吧？首饰，您干嘛送个奶瓶？大人的话就是分也好，合也好。现在孩子毕竟还小，就是说，我希望他呢，就是说还是能留下来，主要是还是为了孩子。好，行，谢谢2位，请回吧。哎，来，请关门。来吧，看这对夫妻自己的选择，请开门。来，王先生，
好不好？要接受都已经来。接受他的这个选择吗？接受。行，那你们就好好商量商量，这儿子究竟应该怎么办？和平分手，好不好？因为未来儿子可能你们还牵扯到一系列的问题，别变成仇人了。过去的事儿翻篇吧。为了孩子，我愿意去改变。行，谢谢你能来，庆辉。